我也先走。这么高！你身上怎么会有毒药？毒药？哦，您是说刚刚那个？那个不是毒药，是石灰粉。石灰粉？嗯。你怎么了？小人好像受了风寒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过几天就要会试了。你们要去哪儿？去找王爷和穆姑娘。王爷交代过，此番行动不仅要调出幕后之人，还要试探穆姑娘。我们不能在场。多谢王爷。王爷，小人这伤你得管啊！您好说歹说也是主考官，您看，您给小人走个后门，安排个名次，也不算过分吧？也不用太高，能参加殿试就行。看看人家大皇子是怎么对自己人的。不行。王爷，您现在心情好点了吗？你是在哄本王开心吗？哄是万万不敢的，我就是看您心情不大好。刚刚追杀您的人，不像是暗卫吧？若不是暗卫，你觉得是谁？小人怎么会知道啊？王爷，您这是在怀疑小人啊？您这记性也太差了，小人刚刚才救了您。小人就是觉得吧，这游走针杀人于无形，若真是暗卫的话，那咱们早就没命了。若真是暗卫来了，你待如何？不说话。王爷不是想请君入瓮吗？那小人助你一臂之力啊！自5年前，3万苍梧军战死拒马河，也包括我们的父亲。王爷就一直认为自己苟活于世，所以他事事亲力亲为，从不假手于人。我也是苟活下来之人。你们飞鹰小队是苍梧军旧部，绝不违背王爷的命令。可我们不同，父亲用性命换回来的王爷，我绝不允许他出任何事情。那王爷，拜托你们了。走。不是说他受伤了不能人道吗？我道那传言是真的，毕竟父亲说过，没有男人不风流好色，除非他不是男人。现在这是什么呀？
说什么？啊？不行不行，我得离他远点。这是莲弩。哎，我在想什么呢？这箭都没射出，他们怎么就死了？这是游走针。游走针？哎，去哪儿？这东西果然威力不小。王爷，我等来迟，请王爷先走一步。走。王爷，小的把您的披风跑丢了。无妨。哦，又怎么了？王爷，小人刚才终于想明白了，因为线索指向的是暗卫，所以王爷，您是故意要赌这一把，看看陛下是不是会出面救您。那现在暗卫已经现身了，王爷现在是相信陛下了。这能调动暗卫的，应该只有陛下或者……穆中华，你究竟是胆子大呢，还是胆子小啊？小人多嘴了。嗔耳赤诚莽撞，柔嘉与世无争。能调动暗卫又治我病情的，只剩下太后了。可不是亲生生死亲生，30年的母子情。王爷，水要烧开了喝的，这样喝会生病的。逃亡期间，将就些。哦。怎么办呀？这下是真赶不上会师了。那就等下次吧。不能等下次，我都准备了这么多年。那你还不赶紧起身走？我。来吧。啊！本王背你走。那不合适吧，王爷？小人
人在这儿歇会儿，歇会儿就能走动了。让小人再休息一会儿。那你就准备参加下次会试吧。啊！不合适吧，王爷？来。你怎么这么轻？小人生母走得早，没人疼我，他们都欺负我是庶女，不给我吃饱，所以我就长得又瘦又小的。江南穆家，不至于在饭食上苛刻你。王爷，您是不知道，像这种高门宅院里的下人，都是拜高踩低的。正是因为我从小都吃不饱，所以我就发誓，等我长大了，一定要考功名，以后让自己吃得饱饱的。以后多吃点。王爷的后脑勺长得可真好。别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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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开！别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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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怕，王爷，别，王爷你没事吧？别杀我！看起来挺好的，那我们就放心了啊。哎，别杀我！哎，别杀我！你们俩去把药熬了。是，王爷。药熬好了，你送进去吧。我前些天漏了些性子，吓着了穆姑娘。我不知道王爷还用得上她，怕坏了王爷的事儿。哎呀，你快去帮我个忙！你快去！怎么烧起来了？我是来不及了，我是来不及了。药，本王位。仁者不疑，贤者不忧，得者不畏。何解？得者不畏。他在背书，准备要回师呢。你不会喂药？执剑会。那你还不快叫他进来？他不开心。这执剑看似活泼开朗，其实他的心结要比你重。还是本王来吧，你去安慰安慰他。
你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，别翻这册子，不然我可不理你了。想找句安慰你的。王爷不愿意相信陛下是幕后真凶，甚至愿意拿自己的性命作为赌注。幸好结果是好的，陛下真的派人来保护王爷了。只是这一次，我们的调查又落空了。总能找到的。父兄战死沙场的消息传回来以后，族人光顾着争家产，没人管我们兄弟的死活。是王爷在雨夜冲进府里，把我们兄弟二人带走，给了我们兄弟二人一条活路。那一夜，你失了言，我却失了心。对，可是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，王爷到底失去了什么？所有。王爷，属下的喂药吧。你们谁来问？来呀！哦。十月，君子应慎于言，三思而行。就你还慎于言，空话废话一箩筐。十月，任贤勿疑，任贤勿疑。烧糊涂了还想着抱大腿？该句有点可循，意为任用贤才不要三心二意，要信任并重用他。可是王爷，我听他这意思，像在指桑骂槐。他好像在说您。行了，喂药都不会，净说些没用的。十月，君子应慎于言，三思而行。仁者不疑，贤者不用，德者不畏。行了，喝药吧。你真的想好了，要用给你的封赏，换取重开女子恩科？是，臣弟在民间时，也曾见过女子才华过人，心性毅力，不输男子。可就因为世人古旧的观念，无法参加科举，无从报国明志。女子生活不易，臣弟以为，若有识女子，能凭真本事，立于朝堂之上，就如一面旗帜，让世人看在眼中，记在心中。那么世人的观念也会慢慢的改变。请皇兄给天下女子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，重开女子恩科。
科举一途，是江海，亦是暗流。你以为靠科举或许能改变命运，却不知道哪条路都没那么容易。阿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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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好想你。阿娘，您说的对，您告诉我要读书，读了书，胸中有丘壑，方能见山水。您还说，学医好，就算救不了别人的命，也能在危急的时候救自己一把。阿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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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儿没能救成你，可您却救了女儿。我是你阿娘，拿命换你都可以。是阿娘没有，还要你自己去拨前程。谁家爹娘不为自己的孩子谋好这一切？阿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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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孩子有一天也会长大的，有一天也会成为他人的爹娘，所以这前程要自己挣。您看，我现在不是已经到定京了吗？我很快就要参加会试了，会试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会试，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。已经回去了吗，王爷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王爷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难道这2日是王爷、玉尊降贵照顾我的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何德何能啊！一个风姿不凡、地位尊贵、还没有什么架子的定王殿下，跟传说中的孤傲残忍根本就不一样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，穆小七？你梦里还跟娘说自己前程自己挣呢，怎么现在就想着抱大腿了？本想着大皇子就是皇储的不二人选，定王殿下又与大皇子这般好，那定王这条腿一定又粗又壮啊。可是如今听了不得了的秘密，又有不得了的人要搞定定王殿下。就算不是陛下，那也是大人物啊。那这条腿还抱不抱呢？如果当时树林他抛下了我，我一定毫不犹豫地背叛。但是定王殿下对我不离不弃，还背我走了那么远的路，还亲自照顾我。哎呀，救命了！女人，你的名字叫心软呐。
看来你是好的差不多了。王爷，咱们能准时到宫院，对不对？王爷，您是巡考官，那您肯定会准时到的吧？本王虽是巡考官，但若有要事的话，自然也可以找别人代替。您不去啊？那不行，那小人要下车，自己起码也要回去。别急，王爷，尚有一日，来得及。不是王爷，但我要真赶不上婚事，可怎么办啊？下次再来便是。下次。王爷，您可曾听过一个民间传说？曹操跟华佗的。听过。那王爷知不知道一个道理？原来救人，就是没有好下场。行了，你别试探本王了。你若考不上，本王养你3年。那小人要是一辈子都考不上呢？那本王养你一辈子也是无法。那小人要是高中了呢？那本王便允你一件礼物。高中还有礼物？你想要什么？这块玉佩可以吗？好，那得看你的本事。是。还有多久？马车脚程慢，少说还有个把时辰才能到定京。芷墨，你去通知木姑娘家人，让他们等在宫院门口。你把马给本王。是。下车。啊？下车。撤。我家小姐呢？她没跟你一起回来吗？啊！这3个字我认识，你带我去哪儿？去找小姐吗？那咱们快走吧。怎么了？贡院得拿考篮。啊，好。进得下手，穿身敌方之下。到。那不是定王殿下？他特地送那位女主人来会试，难不成有什么猫腻？哎，有猫腻就不会坦坦荡荡的送到门口了。定王殿下可是今年的主考官之一啊。对，小姐，你终于赶上了，还早到了，你没事吧？放心吧，我没事啊。多谢王爷。无需言谢，本王从不欠人。王爷。小人有件事儿想跟你说。王爷，您好像年纪也不小了，小人的父亲在您这岁数，那孩子可是一大堆了。小人是个大夫，医术还不错的那种，这个您都知道的。小人看您是个英雄人物，又如此的礼贤下士，就总觉得得为您做点什么。我们穆家，就是我父亲，有不少壮阳的秘方。您要是需要的话，小人可以便宜给您吃。啊，
小姐，我人生第一回好心好意，觉得帝王殿下人还不错，所以想着之后可以帮他治治他那不能人道的毛病。他怎么还生气了？可能你刚才说给他便宜治。什么？那他难不成还想免费啊？他当帝王殿下，他缺那点真金吗？好，停！排好队。你便是方才定王殿下所送的举人啊，惊鸿公子，在下延州穆卓华。今日险些没赶上，多亏了定王殿下仁义无双，这才及时赶到。女举人当中，姓穆的只有一位。穆举人能得柔嘉公主的称赞，定是有过人之处。公主抬爱，在下愧不敢当。公主不会看错人的。那在下预祝穆举人高中。多谢惊鸿公子。这个女举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先是定王殿下亲自送客，后是惊鸿公子亲眼相待。莫非是某个世家大族的小姐？没听见惊鸿公子说的吗？这女举人得了柔嘉公主的夸赞，可是了不得。下一个。场铁骑，圣贤路为人章。小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心里大概是有数的。算一下，第一场经义，是我最有把握的。诸子百家，不说倒背如流，那顺着背应该一字不差。陈儿，皇叔，您可算来了，您竟然会迟到。有你在，皇叔歇歇不成啊？自然可以。您看，我都没有派人催您，我就想着，
您何时想来便来。哎呦，说起来，这届女考生虽然大多数出自世家，不过也是开创之举。这全是皇叔您的功劳。只不过，以世家的底蕴，想要栽培出几位女举人，并不是什么难事。就是考中贡士，确实难如登天。我一向赞同皇叔。不过，重开女子恩科这件事，我却始终不明。有何不明？女子就算考中进士，那最后的结果，也不过是回家相夫教子。您说她这苦心读书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若不经世治国，还不如多花些时间学学德颜容功呢。哎呀，从元光女帝开女科以来，哪一届的结果不是这样？那是南陈的风气所致，并非人人都想走这条路。给一条路的选择和将路堵死，那是两回事。人各有志，然而多读书总是有益处的。同一棵桃树，有人视而不见，有人拈花悟道，有人怜其羸弱，有人恋其灼灼。无论读书之后是从政为官，还是相夫教子，若有所得，便有所获。那皇叔，您看这桃花，此刻又想起了什么？想起了一首诗：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好，好啊！我这里有一份卷子，一字不错呀。一字不错。我来看，看看，是不是？真是呀！看看，想必是沈惊鸿的卷子。果真如此。皇叔不信啊？那我和皇叔打个赌，这卷子必然是沈惊鸿的。赌什么？就赌皇叔府上的那壶美酒，10段香。要不，您的玉佩也成。看来，你对我这玉佩倒是觊觎已久啊。大殿下，您请过目。好。这不是沈惊鸿的字儿啊！哎，我这里也有一份，
又有一个是吗？不是说今年的经义有几道题极难吗？文风日盛，这是好事儿。来，王爷，您请过目。哎，皇叔，这份是沈惊鸿的，没错。没错，但可惜，你还是输了。我们刚才赌的是这份卷子。没想到，今年竟有能与沈惊鸿比肩的考生。这天下奇才一人，又何止一个？哎，不过是记性好罢了。那还得看接下来的2场，那才能看得出是否有真才实学。孩子，你要记住了，女人也要多读书，也要有自己的追求。就算被锁在这闺阁里，也不能做一只任人摆布的金丝雀。你一定要记住阿娘说的话，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的手里。记住了吗，孩子？第2场诗文《黄花如伞巾》。第2场诗文，非我所长，但是商先生说了，只要尽量切题，平仄工整即可。荒唐，这简直荒唐！居然7成以上的人都偏题。哎呀，今年的考题是“黄花如伞巾”，此题如此平常，没想到竟会刷掉这么多的人。大多考生都将黄花当成了菊花，殊不知，此诗出自“青条若耸翠，黄花如伞巾”，这写的是清明谷雨前后的景象。此诗中黄花指的是油菜花，考生若写了秋季菊花，便只能出局了。哎，此人倒是没有偏题，只是写的平仄不对，倒像是打油诗。乡野油菜花，日日不得闲。乍得游子去，谁管百姓忙？这套青州名士的文房4宝，赠你此行一切顺利。
第3场策论，平边安民之策。平边安民之策。就是这第3场策论。商先生不是还夸你文章来着吗？说剑走偏锋，雄才伟略。商先生是说了，说我的文章颇见雄才伟略，但他也说我是常是天马行空，时有惊世之语，所以这考官如果是个古板保守的，还有可能会给我下呢。啊，那怎么办呀？我想好了，第1场求己，第2场求稳，那这第3场，第3场求什么？时辰到，考生停笔，交卷。小姐，您终于出来了。怎么了，小姐？你好臭啊！你还嫌弃你家小姐我吗？没有，心疼你还来不及呢。居里，你知道吗？进公务员前我还发了3天高烧呢。这个会试真是要了我半条命。小姐，你考得不好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总之，竭尽全力了吧？对了，居里，我跟你说，就我那篇策论，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我想吃好吃的，家里有没有好吃的？有，我都给小姐做好了，有好多好吃的呢。都有什么呀？烤猪蹄儿，还有烤猪蹄儿啊，不是蒸猪蹄儿吗？若说离经叛道也不为过。此题考的是如何平边，他倒好，这篇策论满篇都是如何养边。细细读来，他的说法也不无道理呀。什么道理啊？歪理！如此喧哗，成何体统？回殿下，我等看到一篇策论，见解不同，是以发生争执。将卷子送过来，本宫与皇叔瞧瞧，究竟是怎样的言论。皇叔，您看。这个穆卓华策论写的着实大胆，不过却有几分道理。战争终究劳民伤财，这个法子未尝不可一试。这考生是北凉人还是东夏人？怎的还帮着他族说话？以我南陈之儒道，教化他族之民，以儒为教，就如西域以教立国。哼！要是他说的这些有用，皇叔，我们这些年来的征战，又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赢得一个让他们听话的机会。这份卷子上的字迹，看着甚是眼熟，似乎跟第1场的无错卷
极为相似。这不是昨日写打油诗的人吗？我觉得此人记性不俗，见解不凡，奇才可与沈惊鸿一较高下。我看这个人才华不过尔，绝不可让此人通过会试。小姐，我刚才从外面回来，听说今日是放榜日，是吗？嗯。小姐，你怎么这么不着急？他们等着放榜呢。走！哎，掉价，太掉价了！这哪有会员自己在榜下面看的？那会员都是好整以暇，坐在家里面等人来报喜的。坐家里？嗯，有道理。那小姐肯定是会员啊。小姐，你一定要在这别乱动，等我报喜啊！我不动，我们去吧。哎呦！哎呀，不能去！要真的没中，我不能在榜下面让他们看笑话呀！哎呦，这个脑子！哎呀，这怎么想的？定王殿下跟大皇子明明都是主战。哎呀，在这瞎写什么呢？不对，可是要违背自己心意，写迎合他人的文章，那也写不出什么好东西啊！算了，不如趁这个时间收拾一下东西，再找个地方重新再苦读3年，接着再来考吧。总不能让定王殿下真的要我3年吧？哎呀，这么快！宋姐姐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是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，难道不是来看病？就不可以特意过来看看你吗？哦，能的，宋姐姐快请进。卓华，你知道吗？你送给姐姐们的那些香囊，她们都特别的喜欢，还说想找你再订一批呢。结果你这就要走了。其实，就凭你的医术，就算是不去考科举，那也一样可以在定京安身立足的呀。宋姐姐，定京热闹，不是读书的地方，科举之士才是我生平所愿。行医不过就是混口饭吃。哎，对了，姐姐，香囊的配方回头我都会写好留给你们的。科举本是一件很不易的事，所以就算是没考上，也别太在意啊。卓华，你有敢于尝试的勇气，这已经是当今寻常女子难以做到的。你想想，这世上哪有那么多人有这种破釜沉舟的勇气呢？在这个世道上，女人实属不易，所以姐姐希望你不管怎么样都要好好的，好吗？我明白了，宋姐姐。小姐，你中了！我中会员了。小姐，你还真敢想，会员当然是惊鸿公子啦。那我是，你是第17名。17名？天哪，17名也很好啊！太好了，没有想到你真的中了。那这样，我赶紧去通知姐妹们。17名你没看错吧？我就是17名。中了！真是太惊喜了！中了！第17名！17名，对呀，17名，真的是。哎，姑娘，快过来！来，中了！17名！什么？哎呀，我一直在找你呢。陆大娘，卓华中科举了！真的！姑娘来了，快
过来，快过来！说话正自己了，我就说了，我是不是早就说过，我这个房子啊是能出读书人的地方。快来，我别看你这个你了，你塑料灯出来了，塑料灯出来了，快来呀！塑料灯出来了，塑料灯出去了，老婆，哎，木姑娘，把大家伙都叫来，给你祝贺来了，可太好了，谢谢姐姐，谢谢，鼓掌，姐姐，谢谢姐姐，谢谢。女的，写出那篇养鞭策的竟然是个女的，和沈惊鸿并列第一的居然是个女人。如今看来，确实如此。穆卓华，穆卓华，这名字听起来怎么有点耳熟啊？你再想想。哎呀，想不起来了。不过我一定找个机会好好会会这个人。一解我的心头之恨，都写了些什么大逆不道之言？竟也能得17名。